现在的消费级市场显卡分为英伟达、AMD， 还有一个没有什么市场份额的英特尔。像这3个显卡的驱动程序，我会分别讲一下它怎么安装，而且我会着重说一下像英伟达显卡那个驱动管理程序的应用。英伟达的最新的驱动管理软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测试版，还没有一个正式版的，但是真的非常好用。我强烈建议你用一下，因为真的很省心，而且我觉得把显卡驱动做好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像最近那个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刚出来这个游戏之后，它会做非常多的优化，在最新的驱动里都有，所以时常更新驱动对你的游戏体验也更好。我们来到电脑上，第一步首先要确定显卡是哪个品牌的，按住键盘 Ctrl+Shift+ESC， 找到左边的性能，找到下方有一个 GPU。GPU 这一栏可以看到显卡的型号是英伟达，如果是 AMD 的或者英特尔的，那这里也会显示。注意，在这里显示的是独立显卡。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独立显卡，这种情况一般都集中在一些比较轻薄的笔记本上，那你肯定是有核心显卡。反正显示是需要显卡来做的，这个核心显卡是集成在 CPU 上的，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CPU 品牌。CPU 现在主流的就是英特尔和 AMD， 所以你可以去下载英特尔或者 AMD 的驱动。别担心，我后面演示详细的操作。我这里的 CPU 是英特尔的，可以看到我这个 CPU 后面带 F 后缀，就代表它没有核心显卡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独立显卡了。首先以我这台电脑为例，安装英伟达驱动，打开浏览器，在地址栏里输入这个网址，这个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。回车，这里安装英伟达驱动，我总结了2种方法。一种是这个最简单的，也是我最推荐的，还有一种是以前的方法，去官网找到对应显卡型号，然后找到它的驱动下载，这样子稍微有点麻烦，而且容易搞错。如果你是英伟达显卡，我建议你按照第一种方法，首先点击它的中文官方下载，下载它的测试版，下载完成，点击它的在文件中打开，双击安装，是同意并安装。最新版的是 10.0.3。刚才我的屏幕闪黑了好几下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被这个视频录制上去，可能是因为我这里好几个分屏，然后我要安装驱动，对它产生了一些影响。这个没关系，我们继续选择。一般用户都是游戏玩家，第2个 Studio 这个驱动程序适用于创作者，而且更新的频率比较低，比较稳定。如果你是普通用户，你玩不玩游戏，你都可以选择第一个。第一个驱动更新比较频繁，它对一些新游戏的支持可能比较及时。下一步，这里保持默认，下一步完成。我为什么推荐这个软件安装驱动，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点，就是你不需要记住显卡的型号。这里的话可以更换游戏或者工作室的驱动，一般来说我们就默认游戏，然后下载安装就可以了。以后更新驱动也可以来这里驱动程序，然后找到这里看有没有更新的下载。下方这里都有显示新增了哪一些游戏的支持，然后修复了哪一些问题。这个驱动管理软件不用登录就可以使用，不像我之前用的英伟达驱动管理软件 NVIDIA GeForce 那个不登录是没法用的。直接点击下载，大概557 MB， 很快就下载完了。它这个下载带宽还是非常高的，没有一点拖泥带水。点击安装，快速安装就可以。我刚刚已经重启了，今天是2024年10月12号，最新发布的驱动是2024年10月1号，版本是565.90。这里顺带说一下以前安装英伟达驱动的标准方法。首先打开它的中文官网驱动，这里需要选择型号，那么我们就需要 Ctrl+Shift+ESC 找到任务管理器，找到 GPU， 可以看到它的型号是3090，而且我这个是台式机，选择 GeForce。台式机的话就要把这里改成没有 Notebooks。30系 RTX 3090，系统是 Windows 11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在键盘上找到 Windows 加 R， 然后输入 WINVER。这里的语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。查找。现在显示了2个驱动，一个是游戏的，一个是工作室版本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下载。下载游戏的话，查看。直接点击下载，下载完成之后还是双击安装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其实我觉得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完全够用，而且这里还有驱动管理程序，这个程序我觉得还是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好用。那么第2种情况就是，如果你的显卡是 AMD 的，也就是你 Ctrl+Shift+ESC 找到任务管理器，看到你的独立显卡是 AMD， 或者你没有独立显卡，但是你使用的 CPU它是 AMD 的，你需要找到 AMD 显卡或者它的芯片组驱动下载，都是一个东西。直接点击 Windows 系统的话，直接点击这个按钮，
找到在文件夹中显示。这是一个 AMD 的驱动管理软件，里面可以调整的东西有很多。双击安装，虽然我这里没有 AMD 的显卡，但是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它里面到底什么样子。这个安装位置你可以选择默认，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别的地方，比如说我这里选择 D 盘 ，install 安装。出问题了。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，因为我的电脑 CPU 是英特尔的，显卡是英伟达的，根本就没有 AMD 的硬件，所以 AMD 的驱动安装我只能演示到这里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个软件安装好之后就可以很轻松的下载驱动了，都在这个软件里进行。关闭。那么接下来第三种情况还是在任务管理器里，如果你有一个市场份额非常小的英特尔的独立显卡的话，那它会在这里显示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你没有独立显卡，但是你的 CPU 是英特尔的，那么这时候你用的就是核心显卡。不管怎么样都需要装英特尔的驱动，那么还是找到博客，找到下方的英特尔，找到它的官网，它会在网页检测你的驱动，但首先你要安装它的应用程序。这里点击立即下载，下载完成，在文件夹中打开，双击，我同意上述，安装，接受。安装完成之后，点击启动。这个软件启动之后，它会自动在你的默认浏览器里打开它的网页端，检测你的驱动。软件在右下角，有可能是在这个箭头里，像这个扳手一样的图形就是它。检查新的驱动，那么它就会跳转到你的默认浏览器里。像我这里需要升级的是蓝牙驱动还有 WiFi 驱动，直接点击下载全部。当然，这里如果有他们家显卡的话，这里也可以下载显卡驱动。一共分几种情况可以写一下。首先是有独立显卡，然后是没有独立显卡。有独立显卡又分为3种情况，最常见的是英伟达，市场份额占第2的是 AMD， 市场份额最小的是英特尔。如果判定没有独立显卡，那么可以看 CPU 就分2种，英特尔和 AMD。只需要去博客里找到相应的官网安装就可以。好了，关于显卡驱动的标准安装方法，我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讲清楚了。